大家好，我是丽丽。马上又是春分了，春分是24个节气当中的第4个节气，代表从这个时候开始就进入到一个阳光明媚的季节。那春分这天我们应该吃点什么好呢？那当然是香椿了。刚长出来的青青的嫩芽，能够提升我们身体里的一些蓬勃的元气，让我们一年都元气满满。那我今天就分享一个香椿鸡蛋饼的做法。做出来的鸡蛋饼外酥里嫩，蓬松又好吃，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我们准备2把嫩一点的春芽，很多人都说春芽要选择青色的，不要选择红色的，因为青色的比红色的更好吃。但是我今天只买到这种红色的，就用这种红色的来做吧。这2小把春芽一共花了我13块钱，真的是比肉还贵呀。我们先把春芽简单的处理一下，把春芽一根一根的掰下来，把老掉的杆给它去掉，只保留嫩的这部分。掰好的青芽放到菜篮子里边，像这种刚摘回来的青芽表面比较脏，有灰尘杂质还有鸟屎之类的，在烹饪之前要给它好好的清洗一下。掰好后先放一旁备用，接着准备盆清水，往里边加勺食盐，再加勺食用小苏打，用手搅拌均匀，搅拌至食盐化开。搅匀后，再把春芽放入盐水中，用手抓拌均匀。抓匀后浸泡10分钟。10分钟后再来好好的清洗春芽，看一下泡春芽的水已经变浑浊了许多。现在再来好好的清洗，一根一根的清洗。这里加食盐和小苏打呢，能把春芽清洗得更加干净。小苏打有很强的去污能力。清洗一遍之后，给它控水捞出，再放入另外一盆清水中，给它多清洗几遍。洗净后控水捞出，放到菜篮子里边晾干水分备用。准备几根葱叶，像视频中这样折起来，再给它切成细丝，切得越细越好。切好后放大碗中。再准备一个红椒，把红椒蒂切下来不要了，再把红椒对半切开，把红椒籽去掉，这样吃的时候才不会觉得辣。然后取一小片红椒，把红椒肉片下来，再把红椒皮切成细丝，也是切得越细越好。切好后放大碗中，倒上的清水泡一下，这样葱丝和红椒丝就会自动卷起来了。接着烧一锅开水，水开往里边加勺食用油，再加勺食盐，用铲子搅拌搅拌，搅拌至食盐化开。搅匀后，再把香椿放入锅中，给它烫10几秒，用筷子快速搅拌均匀，这时候就可以关火了。搅匀后就可以出锅了，大概就是10几秒的时间，再用筷子夹出来，迅速放入凉水中过凉，这样香椿的颜色会更加翠绿。用筷子搅拌搅拌，放凉后再给它控水捞出，用力挤干香椿的水分，挤得越干越好。再把挤干水分的香椿放在案板上，先给它切成小段，长度约 0.5 厘米左右。切好后再用刀剁一剁，给它剁得碎一些，最后剁成这样的颗粒感就可以。再把它放入盘中。接着准备6个鸡蛋，鸡蛋我们可以用土鸡蛋，把鸡蛋倒入大碗中。鸡蛋打好后，先放一旁备用。接着准备一个小碗，往里边加勺玉米淀粉，再倒入2勺清水，用勺子搅拌均匀，搅拌至淀粉化开。搅匀后，给它放一旁备用。起锅烧热，放少许油，油热后倒入1半的鸡蛋液，用铲子快速把鸡蛋给它搅碎。还有一些没有凝固的鸡蛋液，就给它关火了，然后再把它盛出来，倒入鸡蛋液的碗中，
鸡蛋液先炒一下，这样做出来的香椿鸡蛋饼才会蓬松。然后再倒入香椿，再来调一下味，加勺食盐，加适量的胡椒粉，其他任何调味料都不用放。再把刚调好的淀粉水倒进来，继续用筷子搅拌均匀，让所有食材完全混合在一起。搅匀后，给它放一旁备用。起锅烧热，再放少许油，油热后再把鸡蛋倒入锅中，用铲子从中间往外面摊，给它摊成一个鸡蛋饼的形状，尽量摊得薄一些，然后开中小火慢煎，先给它煎1到2分钟，把底部煎至定型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您给我点个赞吧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。1分钟后底部定型了，如果技术好的可以颠勺给它翻一下面，但是我技术不好，就利用一个大一点的盘子盖在上面，给它翻一下面，再给它煎1分钟。1分钟后再给它翻一下面，捞至两面金黄，像这样就可以出锅了。再把它盛出来，直接放到案板上。为了方便食用，给它切成小块。切好之后，再像视频中这样装入盘中。最后再放入红椒丝和葱丝点缀一下，像这样非常好吃的香椿鸡蛋饼就做好了。香气浓郁，浓浓的香椿香味，闻得我口水直流。表皮还有一点酥脆，里层鲜嫩，而且还非常的蓬松，比香椿炒蛋还好吃，老人小孩都喜欢。春天很快就要过去了，如果喜欢吃这道菜的话，你也可以亲自试一试。记住这3步，照着上面的菜谱来，厨房小白也能煎出烹香好吃的香椿鸡蛋饼，家人都不够吃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您给我点个赞吧，或者是订阅我的频道，我每天都会分享不一样的美食视频。我是丽丽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，咱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